好，今天是2021年10月21号，第三章的第三次上课哈。11月4号期中考，同上课时间 open book 哈，open anything 啊，open anything 啊，反正你在远端在家。哎，对不起，不能远端哦，不能远端哈。那学校这个10月5号重新那个公告哈，公告哈，80个人以上可以远端上课，但是不能远端考试，要实体考试，要实体考试哈，会在公告，要实体考试，你人要来，我刚刚上面记错了，我刚刚又去看一下这个最新公告哦，80个人以上哦。无法保持安全距离者，我们教室我们103个还是105个修，我们座位只有80个，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实体上课。但是学校规定要实体考试，所以要借2间80个人的教室考试哈。那我们会在公告，反正你就是11月4号哦，当天哈，来那个501还503，反正会在公告，哈。那务必要收 email，还要那个每天去class 看看有什么新的资讯这样子哈。好，好像有另外一门课哈，我们那个预录的影片就是丢在class，那助教是丢在课程内容，所以他不会主动寄 email，那学生没有去看，然后就其中反映就说我都没有那个按时上传那个教材啊，那所以就不要有这种误会啊，不要有这种误会哈。所以你们要常常自己上class 啊，去看看有什么公告啊、讯息啊，哦，尽量都会 email 给大家这样子。好，要实体考试哈，要实体考试，实体考试哦，实体考试。会在公告哈，会在公告，跟 email 哈，会在公告跟 email 给大家这样子好，我们现在教后段制程哈，我们现在教后段制程哈，后段制程后段制程主要开始要碰到金属了啊，我们讲金属开始就是后段制程了啊，有金属开始的后段制程，Silica 还不算了哈，Silica 还不算，那有后段制程就是有金属了哈，那金属的话污染很严重，通常前段制程跟后段制程的设备是完全分开的啊，完全分开的哈，所以说你经过后段制程，你就不能再来前段了哦，就不能再来前段，因为会污染哦，你只能前段做完才能去后段，不能做后段制程再去做前段的哈。千万这两个为什么要分前后段就这样差别哈？因为那个金属是很容易污染的哦，在腔体啊、PVD 啊、LD 啊，很容易污染silicon。我们要求silicon这个主动层是 perfect 完美的，还有那个gas 还是完美的哈，所以到后段这些制程会比较多这个金属的这些产生一些污染物了啊，避不了会产生一些污染物，再怎么清洗也清洗不了啊，所以都要做一些保护层啊等等之类的哈。那后段制程主要是说哈，后段制程主要是指金属导线连接的制程，现在金属导线有好几层哦，我好像之前给大家看到照片，现在随便的 IC 都是7、8层金属哈，那好像那个立体轨道这样子，好像那个高速公路那个匝道立体的这样子哦，或是那个台北捷运站台北捷运站，然后有好几层这样，地下好几层那个不同的轨道、不同的线啊，高铁啊、台铁呀、那个南线啊什么的哦，这个交错这样子就像那样子这个金属有好几层哦。好，因为你要跨线，你不能这个 A 金属跟 B 金属这条线你不能碰到就短路啦。那你要跨线怎么办？就要
叠高，啊 C 呢再叠高，再叠高，再叠高，那彼此之间都要什么？要有所谓的介电绝缘层，介电绝缘层。哦，好，好，那金属那个第一层哦，那个介电层 ILD 哈，ILD 就 interlayer dielectric 哈，ILD 哈 interlayer，如果你考试写中文就好了啦，英文它这边也没写出来哈，ILD interlayer dielectric 就是两层 inter 就是两层之间嘛 interlayer 两层之间的介电层 interlayer dielectric 跟通孔 contact contact 的制成首先用 CV 的方式沉积一层那个磷化玻璃PVSG 就是之前小红讲的PVSG 好，用 CVD 的方法沉积 PVSG， 然后利用这个主要是要捕捉金属钠跟钾的离子钠跟钾的离子钠跟钾的离子，那这个就是 PSG 那你不用去细管这个，不用去，我也不会考说到底为什么这个 PSG 特别容易抓这个金属跟钠这个离子就是这个可能早期可能要这教很细节，现在不用了就知道就好了就是要这样用就对了重要的地方会跟大家讲，那太细节的部分那其实真的是不用特别去记，你只要知道这个能够抓这个原理是什么就不管了不管了不可能就是所有的细节搞到非常清楚，那太多了再使用 CMP 就化学机械研磨把它磨平我们就照讲义这样教，我截录的就是重点那这太细节的部分就不管这样 CMP 把它磨平，因为你金属要跨过去的地方，你不能说弯成这样，那不小心碰到怎么办或者说弯来弯去。那个金属线弯来弯去，它的电阻也会太大，所以尽量都要平坦化要平坦化用 CMP， 那现在直接用磨的，早期消防用10颗嘛，或是 reflow 加热再流动的方法不对，现在没有人这样用，直接磨平就是像那个磨砂机一样，大家都看过嘛，汽车打蜡或者说汽车打蜡就是像那个打蜡机就对了啦，圆圆的，一模一样，只是它比较精细而已它像那个金属的，像那个打磨机圆圆的，有没有？圆圆的，对，就是这样，化学机械研磨化学机械研磨，像汽车上蜡这样子汽车上蜡涂蜡的，好，表面那个磨平形成 ILD 层下面所示。好，这比较简单。那接下来我们要做 contact 把这个 contact 或者叫 contact hole 或者叫 contact window， 这也简称 contact 啦反正就是这个接触窗contact window 把它打开，它再把光阻去除就是开一个洞这个洞是圆柱形的啦。我们这样看只能看这个这样是切面嘛，实际上是开一个，也不能讲说一定圆柱形啦，这是画方方的正方形啦，按10颗下去它会有一点变形，所以看下去说有一点点像圆柱形好，没关系就是一个柱子一个打开的一个空心的柱子准备要填那个填金属填金属。那我们接下来做钨的沉积叫做 tungsten plug 钨的栓塞钨用钨很诡异用这个金属用钨我来解释原因那这个钨的栓塞其实还不好做像我们这个图就是说先镀 Ti 跟 TiN 还有其实钨也它上去了啦，钨也上去了啦就是说其实我们看这个啦我们先做 Ti
在 TiN 在钨。好，这为什么要做这三层金属呢？这三层金属各有它的目的哈，就是我们先用键度哈，可能现在是用 CVD 啦或 ALD 啦，哦，可能不是键度啦，反正就是你考试写键度也没关系啊。如果比较新的制程，反正就是有新的制程，如果工厂在用 ALD， 它直接就用 ALD 的啦，因为这只要薄薄的一层啊。哦，用键度的方式哈，先沉积哈，一层 Ti 作为粘合层哈。那这张图这边没有梯验图哈，在第4章32页我把它贴过来，你们再去看哈。那其实哈，这外面一层薄薄的哈，你去仔细看哈，第4章32页哈，你们之后再仔细看哈。哦，那个它这边哈有一个薄薄的 Ti 哈。那 TI 是说哈，是要当这个粘合层啊 ，adhesion layer 啊，TI 啊，TI 跟 TI 这个 TI 是粘着性蛮强的一个金属了啊。那接下来再将 TIN 哦，用 CVD 沉积在 TI 上面。啊，那 TIN 我刚刚有讲是一个很致密的金属嘛，啊，TIN 是一个很致密的金属，它通常你看，比如说台式仪要盖一个 TIN 的那个帽子，对不对？一个压力锅，一个帽子，哦，避免 TI 跟那个空气中的氮，哦，退火炉的氮去做反应，所以 TI 是一个很致密的金属，所以 TI 是要作为什么钨的这个阻挡层，哦，作为钨的阻挡层，啊。反正 TIN 很致密，你要记住哦 ，TI 很黏哈 ，TI 这个金属很黏，很容易附着在任何材料上面啊 ，TI，但是 TIN 特性又不一样，TIN 反而是很致密的金属，很致密的金属哈，很致密的金属。然后呢，然后再将钨呢用 CVD 沉积在上面哈，再要沉积在上面，所以你看哦，其实你看这个 T 验图，这个因为这看不出来哈。Ti 哈跟 TIN 都是薄，非常薄的哦，非常薄。你看这个比例只有50奈米，对不对啊？50奈米，对不对？所以这个 Ti 看起来都大概几奈米而已哦，哦，大概35奈米而已哦。最大的还是钨啦，哦，但是你不能直接填钨啦，这样直接填钨，它钨会扩散跑来跑去，会在那个介电层跑来跑去，所以你要把钨封住，哦，所以就要借由 Ti 先做一个附着层，然后再做一个 TIN 的阻挡层，然后才能再用化学气象沉积哈，把钨哈沉积进去。所以你像是刷油漆啊，刷好几层这样子哦，油漆不是刷一层哦，如果你车子啊或是房子啊，你油漆要漂亮要刷好几次哦，哦。大家以为说油漆只要刷一次，不是哦，油漆要刷好几次，尤其汽车烤漆要十几次哦。所以原厂漆是最漂亮，就是这样子。后来车祸钣金的烤漆都不漂亮，那原厂漆要烤十几次，那高级车啦，那一般车大概烤个5、6次这样啊，很像那种感觉啦。你钨不能直接上去，你要先做 Ti 的 adhesion layer， 在 TIN 的barrier layer， 然后才能把真正钨把它填进去啊，所以做这个 contact 叫钨的栓塞哈，tungsten plug 啊也是不好做了。那你说为什么用钨呢？哈，因为钨的这个材料后来发现了，大家早期的一定也试过其他材料，铝系铜铁什么全部都来试的，那发现还是钨最好，因为虽然钨的阻值高哈，但是因为它的结构比较致密，还有它的金属那个原子量比较大，所以它可以防止电致迁移。就是说，在这边会有很高的这个假设是source drain， 这边是不是电流会出去，对不对？哦，电流就是电子的运动嘛，哈，电子流会出去，对不对？啊，电子流会出去，它是不会，而且是很高密度的电子，对不对？啊，很高密度的电子会出去，哦，在这边会有非常高的电流密度，哦，电流密度，那这个电子会去撞击这个钨的金属，那发现在这个钨哈，它的抗
电致千里啊。什么叫电致千里？就是电子去撞钨或撞某个金属，然后金属会被它撞离它的那个晶体的位置哈，这叫电致千里，把它撞坏了就对了啦。哦，但是钨的话就很强壮哦，就不怕你撞。所以为什么早期那个爱迪生是用钨丝来发明那个日光灯的原因就是这样，钨的这个钨的那个结构很强，钨的本身这个材料可能跟它晶体结构啊，哦，跟它的物理的这个特性哈有关，细节我们就不管了啦哈，我们也不要去查什么座体表什么的，啊，也不要去查它是什么立方晶体还是什么 HCP 什么什么的结构，我们不管了啦哈，只要记得钨哈是目前来看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它电阻相对高，但是它是抗电致千里最重最好的金属。为什么会电致千里？这边的电流密度极大，非常大这边的电流密度极大。你电流从这边出去，电流从这边出去，然后再有 N1 这个金属就很大哦，这个平面就很大咯。所以这边就用铜所以说我先跳到这一页钨在这边钨是不是相对？你看就像水流嘛，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很小的水管？所以它流速会极大对不对？流速会极大，流速极大代表什么？水的冲击力很强，电流的电子电流那个冲击力很强那如果不用钨的话不管什么金属都会被这个超高密度的电子流冲坏掉。所以这边一定得用钨这边一定得用钨这边一定得用钨所以它防止电致千里这很重要目前还是没有取代的金属还是用钨的栓塞这样子。那钨的话，它要用的话，要配合这个左右护法，就是钛跟TiN记住英文先写在前面就是先做好不好？不要用中文分子分母概念先写的就先做，所以先做钛，再做 TiN，再做钨 ，OK？那主体是钨主体是钨TiN 只是配角让钨更稳定的当做那个钨的这个接触窗口的栓塞金属 tungsten plug 好，那既然钨的话，在这边高密度用钨，可是这边电流这边很宽的面积很大啦这个水管变大啦，对不对？这个导通的金属的面积变大了，那我就没有必要用钨了嘛，我尽量用什么电阻最低的金属嘛，对不对？才可以降低 delay 嘛。那目前来讲，最实用电阻使用上最低的，当然还有比铜更低的那个电阻率的金属，但是就可能比如说像金嘛，金比铜更好可是太贵啦，我拿来全部用金当金属，我不如拿金子去买钱，对不对？所以选来选去还是选铜像我们电线都用铜这样子就用铜，因为铜这个地球含量比较大好，那我们就主要 M1 就用铜M1 通常钨我们叫 M0啦，钨叫 M0。这边有没有写钨叫 M0Tungsten plug 叫 M0 M1 就是上面这个了钨是 M0 我写一下这个钨是 M0 这样。钨钨我们通常叫 M0的金属M0金属。第一个，因为我们以层算一层嘛，所以钨的话不是层嘛，它是一个插销一个栓塞而已，插销层的所以我们叫 M0那
好，钨就是 N0啊，钨就是 N0哈，钨就是 N0，哎，好，那 M1 金属 M1 是铜哈，不要搞错，M0是钨，M1 是铜，M1 那铜的截面积可以走很大啦，啊，那就不要用钨啦，钨的是没办法，因为这边什么电流密度太高啊，电流密度太高啊。哦，比如说考试，我就问说，哎，为什么那个接触孔的金属哦必须要使用什么样的金属？其原因为何？啊，你就要写的就是用TiTi 跟钨哦，TiTi 各是什么功能？钨是一定得用钨，因为它抗那个大电流的电致迁移哦，能力是最好的。哦你这边用铜会被它冲坏哦，这个就完蛋了，这个材料整个会被大电流冲坏，哦，会有很大的焦，我就把它弄坏掉，对吧？为什么？你看那个钨可以拿来做日光灯，这么高温之下，几百度之下，它还是不会断，不会坏掉，所以代表什么？抗那个热电流啊，抗热电流的能力很强，有没有？啊，你想日光灯就知道，早期的钨丝灯啊，为什么钨这个材料特别好，就抗那个，它就是很强壮这样子哈。好，那个 M1 金属，你的就上面就可以铺的很宽啦，那就没有必要用钨啦，就用铜啊。那为什么用铜呢？铜的铜可以降低阻值跟 RC delay 嘛以及较不容易什么也有电致迁移的效应。钨铜相较于铝我说铝很容易有电致迁移嘛，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用铝，但是钨更强哦，钨是更强。那铝当然是铝是介于钨跟铜是介于钨是最好的钨大于铜大于铝。我们说早期是用铝系统嘛我们现在不用了我们现在就用铜纯铜当那个金属线，当金属层那钨的抗电子迁移比铜好，也比铝好，但是钨的电阻是比较差，所以我们金属层当然就不要用钨啦，我们就用铜啦那第一层跟第二层中间我们还是要做一层绝缘嘛好像高速公路不同的平行，一个向东向西的要平行，要错开嘛要平行错开，所以中间要有一层隔离嘛要隔离的介电层，所以第一层跟第二层金属也是要做一个介电 intermetal 的 dielectric。那这个跟intermetal 的 ILD 跟 IMD 其实它的作用差不多啦，可能材料是有点细节上的差异啦它这是因为你那个第一层你还要抓一些杂质嘛再来第二层以后就没有那个杂质了，你就可以利用没有任何掺杂的氧化层，就 SiO2就 CVD 的那个 PECVD 的那个 SiO2这是用 PECVD 的因为你要厚一点嘛，要长快一点嘛要长快一点，这个很厚后面这个金属层很厚后面这个不是介电层的 ILD ILD 那个 ILD 跟那个 IMD IMD 都很厚，这个很厚很厚，这个是用那个 PECVD 的 oxide 我再补充一下，这是用 PECVD 的 oxide，这是 PECVD 的 oxide。CVD 这是用 PECVD 的 oxide 这是用 PECVD 的 oxide 你自己抄一下是用 PECVD 的 oxide。
哪个颜色比较清楚？蓝色好，可以好，用 PCB 加塞。哦，这很厚很厚哦，这很厚哦，这要平嘛，啊，越厚越平嘛，对不对？啊，越厚越平，然后还要磨，对不对？所以你要长个，搞不好长个1-2麦孔这样子，然后再用那个 CVD 把它平坦化，啊，平坦化，啊，平坦化。那这个第一层跟第二层的一样，要用金属孔连接嘛，哈，要金属孔连接哈。那这个孔，我们金属跟金属孔的连接，我们叫 via 哦 VIA 哦 VIA 哦 VIA 这样子哦。那 M0我们叫汤森，我们叫康配啦，没办法，这是早期命名就这样，我们就约定成熟了啦。就是 M0那一层我们叫 contact， 然后 M1、M2 之间我们叫 via，via 就是via 怎么中文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孔洞连线孔洞啊。M1 到 M2 到 via， 同理啊，比如说你 M1 跟 M4 如果要接的话，你要找个地方做个这种 via 这样子哦，就是金属之间的孔洞叫 via 啊。那这时候的孔洞，因为 silicon， 因为我们主动层吸墨石都做很小很小很小嘛，所以它接触孔很小。可是你做到那个后段金属，你就可以做得很大啦。哦，后段金属，因为你一条金属线，你可以连成千上万个电晶体啊，所以电晶体小，所以 M0 特别小。那 M1、M2 啊、V 啊都很大，都是 micron 等级的。跟元件 nano 等级的是差这么多，所以这时候呢 ，V 啊就也不用到钨啦，对不对？啊、那孔洞很大，相对于 M0是很大的啊，相对 M0是很大的啊，相对 M0是很大的，这个就是 V 呀，啊，这个就是 V 呀，哈，啊，对对，然后这边要吃一个 V 呀，对不对？V 呀在这边，那也是用铜啊，也是用铜啊。也是用铜 VI1 的孔洞形成啊。那你说你要做假设你要做8道金属哈，8层金属，那以后的做法都一样啊。M1、M2、M2、M3、M4，那之后做法全部都一样，就上一层很厚的 PC 拉塞，把它磨平，再用铜制层啊去定义那个导线的图案。然后比如说金属1跟金属2如果要连接的话，就做一层 V 呀。里面也是塞铜啊，比如金属第5层跟金属第8层要连接的话，某个地区要连接的话，你就做一个那个V 啊M5跟M7的 V 啊，也是用铜去接。好，这时候就不要钨了，钨只有在 N0要用，钨只有在 N0要用。好，这个是这一页我帮大家补充的哦，因为它画成截面图你不太容易看啊。我这一张改的蛮多的啦，我下周4上完课，我会那个再自己给新版子。我是因为这一张改的稍微比较多一点，你可以稍微对照一下啊。我会再寄电子档给大家哈，就 Chapter New 这样子。好，好，我们看一下，这是那个 inverter 的这个电路图，对不对？好，这个教科书只有画到截面图，其实你很难理解，很难理解。电路图其实我们要把电路图跟这个 layout 布局图、电路布局图跟这个3D 的立体图跟侧面，因为这个只有看侧面嘛，这个就是这个嘛哈，我们要一起看，这样才会清楚哦，才会清楚。所以哈，你看哈。这个红色就是gate 要连在一起嘛，gate 要连在一起，有没有 ？gate 要连在一起啊，红色这个就是 gate， 所以这个 gate 它是往那个屏幕后方的后面会连起来啊，就在这边给它连起来，有没有看见这边会接一个 V in 就是 inverter 的 V in， 那这个就是 VDD VDD， 你看 VDD 是接在PFET 的这个
T-FAT 这个 source 嘛source 嘛source 这 n 位尔嘛n 位尔对不对？n 位尔，所以是 P-FAT 在这，对不对？P-FAT 在这。好 ，P-FAT 那 VDD 在这里，那 Vout 就是在这个它的 drain 跟 source 跟 N-FAT 的 drain 这边连起来，在这里，在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这里，这就是 Vout。所以你看 get 在后面有连起来，那这边都是 M1， 这边都是 M1，M1。那这个图是比较早期画的，他没有怎么讲？他没有刻意去画汤森 plug 啦，他没有画 N0 N0在这，这个是 N0 这是 N0，所以你要对起来看这样子，这早期要用 locals 有没有这因为我去网络抓这个图最清楚不要管，反正这是用 STI 做，现在是用 Change Isolation 做的所以这样对起来看就比较清楚啦。这 CMOS 的制程这严格来讲你都要做到好，要10几道光照要10几道光照。当然有比较简单的做法啦，也有比较严谨的做法啦你仔细算也是要10几道光照也要10几道光照所以现在现在普遍现在 IC 都50-60道光照，都50-60道光照，尤其是 FinFET 你 2D 大概20-30道，那你到 FinFET 要 double 要50-60道这样子，所以真的是蛮辛苦的啦，真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智慧结晶好。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那铜铜跟钨呢，它有类似的行为它要什么一样它也要左右护法，一样也有 TA， 因为不同材料有不同的不同材料有不同特性所以你要做铜的铜的 plug 铜的铜的铜金属那你要做这个碳TA 当粘合成，然后再 TAN， 反正含氮化金属都比较致密嘛，做扩散阻挡层做扩散阻挡层然后再将铜填充在里面再将它平坦化好，这边是说教科书是说你要做那个铜的这个 via 要做这个了那这一层要不要特别做？它没有特别提，你考试可以不写，但是你铜我也不晓得现在那个报一厂还有没有在做，就是平坦化这一层很平的，要不要做 TA 跟 TIN？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是不用应该是不用因为它教科书没有特别提。但是做这一层因为这一层的截面积稍微比较小一点所以要防止它扩散，横向扩散，要防止它横向扩散。这一层截面积很大嘛，比例相对可能是这画还没有画出真正比例，可能是100倍，所以它扩散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这一层小小的话，就这个靠太近扩散就不行。这两个 V 靠太近扩散就不行，所以要把它封住，一样把它封住一样把它封住，用什么封 ？TI 讲错 TAN， 然后铜N0 要记住N0是 TIN 钨，然后 V 是 TAN 铜要记住要记住好，那金属层越多，你有代表更多组合去连接更多的记忆体所以你 IC 会有更多的功能早期大家早期可能只有1层而已，像我们学术界大概都只有做1层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工厂这样做这么多层
哦，那我们学术界通常是开发新的元件啊、新的材料啊，或讨论那些新的这些元件物理的机制啊，或是可靠度啊，或是记忆体的特性啊，或是新颖的二维材料啊，等等的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做一层那个 MOSFET 这样子顶多做到 CMOS 顶多做到 CMOS。再复杂的话，元件制造部分在学术界是不会再做，因为你要量产，其实要到工厂了。我们在学术界，你能够做个 SRAM 六颗电晶体，其实就很难很辛苦了那做到2颗 inverter 的话，通常最复杂的做到2颗 inverter 这样子2颗的 MOS 前能的 inverter。那就够了，因为我们是要探讨单一个元件的物理啊、材料啊这些特性，然后量产要做上亿颗，就是交给那个专业的经营工厂做了好，所以最后再假设啦假设这个课本举个例子，假设这只做到2层金属，其实它2层金属后面，比如说你要做到8层，也都一模一样的做法啦。N1、N2 一直到 N8，假设有8层，那做法都一模一样做法都一模一样。那假设我们举例就做到2层，这个 IC 就结束了，我们就要封装。封装的话，通常用 Nitride 啦用质地坚硬的 Nitride 做最后的保护层，然后最后再去上胶。我们看过 IC 很像蟑螂，有没有？上面黑黑的那个是胶啦，塑胶啦，那个是塑胶，那个是塑胶。那塑胶把它那个刮掉，或加热把它刮掉，其实你会第一个就是碰到奶串我们看 IC 有没有看过？应该都有看过照片嘛，就是像一个蟑螂这样黑黑的，然后好几只脚出来，像蟑螂这样那其实那个是脚位的，那个是外面要插在电路板的脚位跟那个塑胶的保护膜、抗水汽啊、湿气啊、酸碱啊等等的那把它黑黑那一层涂掉的话，你会第一层是就碰到耐踹其实最后面这个耐踹比那个塑胶更强因为耐踹不能无限制的长嘛，对不对那你手要拿要绝缘，就是要用塑胶所以黑黑的那个是塑胶那其实那一踹更强，所以其实 IC 其实不太会坏。你看你从念书开始用电脑，你几乎不是电脑里面什么显卡或什么记忆体或者 CPU 坏掉，几乎很少，对不对你说尤其是 CPU， 你说会 CPU 坏掉，那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通常都是什么效能不够了，对不对像我家的电脑，我已经被我超到用8年了，一直升级还在用那个四代的 Intel 4代还在用，已经8年了，都不会坏我也没有在玩什么3D 大作的什么的，就看看电影什么的，其实就够用了，在家。我的学校电脑很好了，我学校电脑是 i7的，好。所以我们做个 summarize of CMOS process front end 我们 line 所以第一步要做 show change isolation， 然后 twin 先做 N P wire， 然后 gas side， 记住红色是我期中考以后期末考要教的，就是未来就是这边基础的这个2D 的 MOSFET， 然后到现在。就是现在在用的，就是 High K 就是取代它的更进一步的、更 advanced 到奈米时代的叫 High K 那 Polysilicon Gate 会用 Metal Gate LDD 呢 ？LDD 我们说要让它峰值把电场峰值从尖尖的变成小圆山嘛，对不对小馒头，对不对？把一个尖尖的三角形变成那个圆弧形，对不对？圆弧形。那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电阻会太大那我们以后会有所谓的 source drain extension 的方法这是类似的方法，我以后再说。红色不会考，好不好？红色是
期中考后要教的。然后接下来做 spacer， 做 implant， 然后 metal silicide， 好，这前段结束。后段呢，做 ILD 跟 M0 contact 就是 M0 嘛，M0， 然后 M1 metal ILD1 那以后会用 low K 的材料就是有一些有机的材料。那这个材料，坦白说掌握在日本人手上，然后是什么材料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了好，再来要做 V metal two，metal two 就是铜啦，metal one 跟 metal two 都是铜啦，都是铜，只有 M0 是用钨，M0 是用钨，M0 是钨 ，M1 M2 N8，假设你有8道金属层的话，全部都是用铜金属有很多层，最后保护层就是上一个 oxide 跟 nitride 那最后面再去封装成那个用塑胶黑色的塑胶去封装，再把脚位拉出来，变成像 IC 像蟑螂那个样子好，那所以这个 CMOS 的制程整合就到这个56页结束。考试不是考到这我回头会才3至1节考试考试是我还没有教这里啦，但是考试是考到60，考到这边了考试考到期中考到这里。那前面我还没教，我下次教我先教制程比较简单，你们比较容易进入状况，然后开始我要教这些 CMOS 里面的元件物理了因为到下半学期的这些先进制程FinFET 你要先懂现在的元件物理的特性，还有它遇到哪些挑战，我们要知道它基本的物理的限制，我们才就是要知道传统2D 的 MOS 的物理限制在哪里，我们才能进一步的突破所以要懂基本的这些重要的元件物理所以我下一节课再会回头从3.1开始教，所以考试是考到这里，那我大概还有30页左右内容还没教，那我就下礼拜会教完好，那今天这个礼拜课就上到这里了现在是5点21分了，我待会5点半我就会传给助教那助教我会叫他限他1个小时内要寄 email 给大家要寄 email 给大家这样子好。